印军多项武器研发项目开挂，其做法令人瞠目结舌，连美国都没法比。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各大军事强国装备发展和军火采购项目方面，美国人这些年闹的笑话比较多，比如用70亿美元才能造出一艘的中看不中用的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交付12个月就要退役的滨海战斗舰，花了130亿美元采用先进电磁弹射器却无法形成战斗力的福特号航母，到现在还没有设计定型，但是已经生产了几百架的 F-35战斗机。美国人明明在高超音速武器技术发展上一度领先于中国和俄罗斯，现在不得不跟在屁股后面吃灰等等。如果我们看一下中国军工企业发布的新闻，经常能看到加班加点、按节点完成任务，或者是超额完成任务等消息。外国军界和媒体经常被解放军主战装备的快速更新所震撼，比如主力战舰的下饺子，一年下水一个中等欧洲国家的海军。歼20不但快速量产，而且短时间内就出现了多个改进型版本。FC31在研发过程中创造了惊人的速度，并采用了多项创新性的工艺技术等等。如果比较中国与美国近年来在武器装备发展上的成就，美国人肯定是非常焦虑的，因为美国军工的衰落将导致其军费使用效率的严重下降，并直接决定未来中美军事科技竞争的态势。但是，如果你认为美国军工企业效率很差，那你又狭隘了。这要看和谁比。今天我们就有必要欣赏一下印度人在军工研发和采购项目上是如何开挂的。这可比美国人在武器装备发展上花了大钱走了弯路要刺激多了。据印度国防新闻报道，印度国家审计部门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印度军队开展的高优先级军事发展项目充斥着大量问题，甚至是奇葩的问题。要注意，出问题的是那些最优先级别的国防项目，这直接影响着印度的国家安全。首先，按照印度审计部门的说法，其军工发展计划大多数无法遵守原定的时间表，178个项目有119个延迟，有49个案例拖延超过原定时限的100%，整体延误幅度在16%到500%之间，不少项目还多次寻求延期。第二，其中一些任务模式项目在被宣布成功后，又再次作为新项目重新上马，以实现早前那些所谓已完成的项目未达成的目标。也就是说，印度人如果一个军工项目没有完成，可以先宣布成功了，然后呢再立项，再要一笔钱，接着再来一遍。反正印度人有的是时间。第三，一些价值数十亿的项目虽然号称已经完成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规定的指标。在2010年至2019年宣布成功的86个项目中，有20个项目的多个关键性指标和参数无法满足要求。这也意味着印度的许多宣称研制成功的国产武器根本就达不到设计指标，甚至呢不能满足实战要求。但是印度人可以直接宣布完成了设计和制造工作。第四，有些工程项目明明研发失败了，但是印度人却声称已经获得了成功，并就此结束整个工作。据统计，共有15个军工发展计划在宣布完成后早早就停止了研制，其实根本就没有实现目标。这个办法可真厉害了，将失败的项目直接宣布为成功，做个总结后就可以草草收尾。印度纳税人的钱真的是很好骗。第五，即使是那些研制成功了的项目，由于生产与服务之间缺乏协同，可交付的成果与用户的实验结果之间存在着分歧等原因，也迟迟不能投入批量生产。在2010年1月至2019年12月间，号称完成了研制工作的86个项目中，有20个项目的关键性的指标没有达到要求。这也意味着，就算有些试验项目获得了所谓的成功，装备到部队之后，也因未能达标而无法正常使用。
许多新研制的装备由于生产进度落后，部队使用不满意，最终难以形成战斗力。第六，印度的整体项目管理效率低下，导致了多起费用超支、项目预期收益差以及结束研制报告延迟提交等情况。也就是说，就算是少数能正常推进的项目，也存在着成本超支、对效果的评估浮夸等情况。总体而言，印度军工的研制和采购过程真的是非常有趣，花活很多，能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因为这里面的套路真的太多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印度人做不到的。我们用人傻钱多来形容印度军工产业的发展根本就不够，关键是印度人还能一直那么自娱自乐，自认为很强大，这可就太难得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